老大，我要向你汇报2件事情。第一，琉璃国最近战火纷乱，女王想要跟您见面，寻求我们天龙殿的保护。第二，中东石油疯涨，世界黄金疯涨，我们天龙殿的资产暴增5000亿。这样，这种小事以后不用跟我汇报，你现在是代理店主，全权负责就行。老大，那你什么时候回天龙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找我妹妹。3岁那年，我妹妹就从家里面走失，至今音信全无。我找不到她，我没法向我死去的母亲交代，你知不知道？不用我挂了。跟你没仇啊！是楚强。魏小姐，你醉成这样还敢开车？要不是我，你就见太难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没有用啊！你刚才差点撞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想跑？去把那个贱人给我抓回来，送到周少床上。要是惹得周少不高兴，你们都给我滚蛋！不是喝醉了，是想全部给你，求你带我走。好，那你就坐稳了。妈的！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那个贱人给我抓回来！我堂堂的天龙殿殿主，这算世界顶级的特工跟踪我都能这样甩开，何况这么几个小克拉？美女，你干什么？我可是正经人啊，我是靠劳动挣钱的。我家教很严的，我不能。不是我跟你们吹啊，我做代驾这么多年，遇到过最幸福的一件事情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6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遇到一个美女总裁啊！总裁，她被下药了。我给她当代驾，我一边给她开车，她就一边撩我，还主动要睡我。这我就不信了。可是我当时内心可是拒绝的。虽然人家是美女总裁，但毕竟咱们也是……切，这大白天的你就做梦，小说看多了吧？你看，都听出来你是在吹牛了。不是谁吹牛了，这是真事儿。真事儿？那你接下来是不是准备说，那一晚上之后，女总裁就怀上了你的孩子，然后女总裁就带着孩子到处找你，最终找到了你，给了你几百万，让你和她结婚，然后让你当她孩子的爸爸？哎，你们别说啊，我昨天还真看过一本这样的小说呢。哎呀，我也看过。行，不信是吧？不信算了。迈巴赫，好车，迈巴赫。爸爸，糖糖终于找到你了。爸爸，这要抱抱爸爸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不是你爸爸。他没有认错，你就是他爸爸。你是唐氏集团总裁唐青曼，上官百亿集团的女总裁唐青曼。她气质高贵，肤白貌美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6年前那个晚上，你不记得了？她是你的女儿，今年5岁了。
带我走。是你啊！哎，不对啊，就这么一次就怀上了？亲子鉴定书，自己看。这真是我女儿啊！所以你这次来不会是想跟我说你要跟我结婚，然后我要做他爸爸吧？猜对了一半。我这次找你主要是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你现在就去跟我领证，咱们俩结婚，你给糖糖做爸爸。第二件事，你跟我再要个孩子。我靠，他居然没有吹牛！女总裁居然还要和他再生一个孩子！耶！爸爸妈妈结婚了，我终于有爸爸了。糖糖再也不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了。我真没想到，我居然就这么结婚了。怎么，跟我结婚还委屈你了？爸爸，我妈妈很适合做老婆的哟，她是模特呢。糖糖，你别乱说啊！爸爸，是真的哟，我妈妈还会瑜伽。糖糖，你再乱说！爸爸保护我。行了，糖糖，咱们走吧。爸爸妈妈要带糖糖去游乐园，你也一起去好不好？我呀，对啊，林阳，之前糖糖每回去游乐园的时候，看到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着，还挺羡慕的。你要不陪我们一块儿去？好，我的糖糖大宝贝，你想去哪，爸爸就陪你去哪，好不好？走，爸爸陪你去游乐场。爸爸，你等一下陪我骑马好不好？陪我攀岩好不好？还要陪我打枪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我的糖糖小宝贝想玩什么，爸爸就陪你玩什么。林阳，你记得一会儿陪糖糖玩的时候保存点体力啊，咱俩晚上还得要个孩子呢。我说唐小姐，你为啥这么急切的想跟我要个孩子呢？你是不是今天看我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、帅气逼人，堪称男模一样的身材，所以就对我少臭美了。其实吧，我是这么觉得，你要那么想要的话，也不一定非得要孩子。你说咱俩带个小雨伞，那岂不是更安全一点？你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大概1个月前，糖糖检查出了白血病，我跟你的血型都不适配，医生说了，只有亲生的兄弟姐妹才可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医生说只剩2年的时间了，如果2年之内找不到合适的配型，糖糖就……你别着急，我打电话问问。你不用问了，我带他去国外也问过了，国外的医生也这么说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快来！来啦！绝影，帮我找全世界名医，看看谁有办法治疗这个病。记住，100%治好，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妈妈，那个娃娃好漂亮。小朋友，我们这儿是打气球的，只要打中这上面的全部气球，那个娃娃就归你哦。那我还是走。怎么了，糖糖？你想要那个是不是？爸爸，这个气球打不完的。我和妈妈之前打过，我们的枪法都不行，妈妈还花了好多钱。交给我啊，爸爸是神枪手，保证给你拿下。真的吗？爸爸，你真的是神枪手吗？必须，爸爸不光是神枪手，你信不信？爸爸还能1只手1支枪，而且还百发百中。真当自己是神枪手啊？百发百中。我要不是神枪手，就不百发百中。没正形的。哎，
来，糖糖，还想要哪个？爸爸，我还想要那个。好，拿下。哇，爸爸好厉害！爸爸真的是神枪手！biu biu biu。看来父爱对糖糖成长是不可或缺的。有了羚羊照顾糖糖，糖糖能更幸福。我以后也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那些繁琐的事情。哎，糖糖，你还想玩什么？爸爸，我想去坐那个旋转木马，可以吗？当然了，糖糖想玩什么，爸爸就陪你玩什么。哎，先让妈妈带你去，爸爸一会儿就过来。来，走糖糖，走喽。喂，老大，我和秦淮河老先生问过了，他也说这种情况只能进行骨髓移植，而且只有亲生的兄弟姐妹才有可能配型。不过秦淮河老先生说了，只要能够配型，他有100%的把握能治好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病历单上的小女孩是谁啊？是我女儿。老大，我就知道一定是你的女儿，要不然你不会这么问我的。他们还都不相信。老大，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吗？我们都想见一见小公主啊。哎，可别，你来了再吓着她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先不过去了。不过根据秦淮河老先生所说，老大你最好抓紧时间和小公主的妈妈再要一个孩子。嘿，今晚就要。爸爸，我们家的房子是不是很漂亮？以后你就是这里的男主人哦。妈妈，是不是坏外婆和坏舅舅来了？什么坏婆坏舅舅啊？爸爸，我跟你说，外婆舅舅可坏了，他们一直说糖糖是野种，还总是想着抢走妈妈的股份。舅舅有的时候还偷偷掐糖糖，糖糖可疼了。羚羊，一会儿你带着糖糖直接上楼，这的事我来处理。刘婉之、唐颖，你们两个在我家里做什么？唐青曼，你现在越来越反复天了，连妈都不叫了。他不过就是一个趁机上位的小三，一个时时刻刻都想要谋求我的家产，想要逼死我的毒妇。你们两个，现在就从我的家里滚出去！你他妈！你这巴掌要是敢打下去，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你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的爸爸，我爸爸很厉害的，以后你和坏外婆就欺负不了我和妈妈了。哦，原来你就是6年前那个睡了唐青曼的男人。唐青曼，那看来我们没有说错吧？6年前，你果然是在外面找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男人睡了，然后生下了这个小野种。羚羊是糖糖的亲生父亲，我跟羚羊也已经领了结婚证了。从今以后，再让我听到你们说糖糖是野种，别怪我饶不了你们。哟，唐青曼，唐青曼，你也是真不挑食啊！这种臭代驾也能看得上啊？哦，一定是你6年前的某一个晚上，寂寞难耐，用手机下了一个单，找了这个代驾来。唐青曼，你是不是还用这种办法勾引过其他人？比如什么外卖员、快递员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你居然敢打我儿子，你找死！妈，别动手！周少找了黑龙帮的来帮我，黑龙就带着他们的兄弟过来收拾他。就不信他们还敢嚣张！唐青曼，还有你这个臭代驾，你们就在这等着，哪儿都别去！啊，走！耶，坏人终于走啦！听糖糖说，他们经常来闹。那个刘婉之是小三上位，现在陶氏集团又是100亿市值，他跟唐勇当然是想要多分点财产和股权。
就经常过来呢。行，这事交给我吧。对，交给爸爸。爸爸那么厉害，以后坏外婆和坏舅舅一定不敢来欺负妈妈啦。行了，林阳，以后呢，你就负责在家里把糖糖照顾好，公司和股权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上楼吧，走。来，爸爸带你回屋。爸爸，你真的能让坏外婆和坏舅舅不再来欺负妈妈了吗？可是外婆和舅舅身边也会有很多保镖的。哼，就算10000个保镖，爸爸都能轻松应对。黑龙，都说唐氏集团的美女总裁身材好，这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啊。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要你手里的股权了。唐青曼，这是唐氏集团的股权转让书，把字签，还有你手下的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唐勇。签完字之后，跟我乖乖去找周少。周少可说了，只要我事情办得好，等他把你睡完之后，让我也品尝品尝。唐青曼，你这个小美人，我真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林阳，你带着糖糖从后门走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你呀，先带糖糖上楼，这里我来处理。林阳，这黑龙是海城地下世界的王者，比那个唐勇要难缠多了。你先带着糖糖撤。唐青曼，你的忍耐是有限的，别给我拖延时间，给我把字签了。糖糖，爸爸先带你上楼回房间，这里啊，场面血腥，不宜小孩观看，会做噩梦的。好。走。那如果我说我不签呢？哼，我黑龙的做事风格该清楚。你要是不签，那这栋别墅就是你的墓地了。唐青曼，我已经没有耐心了，来啊，把他给我压住！放手！唐青曼，合同就在这儿，你签了，咱们什么都好说。如果你不签，那我每隔5秒钟就剁你一只手指。黑龙，你这么做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在海城，老子就是王法，老子的规矩就是海城的规矩。唐青曼，我听说你的性子一直都很烈啊，今天我就看看你的性子有多烈，能坚持到我剁你几根手指啊？5、4、3，我也给你5秒钟。啊！你们如果以后不想用脚吃饭，就现在立刻给我滚蛋！你不说话，倒是把你这么个玩意儿忘了。林阳，你赶紧带着糖糖走，快走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有个小女孩，那是你女儿吧？你说，你女儿要是落在我的手里，你是不是就听话多了？愣着干嘛？动手！林阳，你快带着他走啊！你不是让我签字吗？我现在就跟你签，你不要伤害林阳跟我女儿。你说不伤害就不伤害，你越是在意他们，他们对我来说就越有用。还愣着干嘛？动手啊！林阳，你快带着糖糖走啊！就这么几个小喽啰，直接解决就完了，没必要走。我
我爸爸可是能一个人打10000个的高手，你们几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爸爸的对手。糖糖，小朋友，就你爸这样的，能一个人打10000个呀？就我这些兄弟，就能把你爸给分尸。糖糖，不是让你回房间吗？你怎么下来了？爸爸，我给你送武器呢，这是我们家的水果刀。爸爸对付他们呀，用不着武器。走走走，回房间，回房间。上，记住那个男的，给我往死里打。唐兴曼的女儿，先留他一命，给我抓活的。糖糖，不如睡觉。回去。你们一起上吧，我不想和你们这些垃圾浪费时间。呀！黑龙，你不就是想要我签字吗？你不就是想要股权吗？我签，你能不能放过他们啊？哎呀，你现在知道着急了，晚了！我的人一旦动手，不把人打死是不会停的。况且能死在我黑龙帮的手，也是他的幸运。你不就是让我签字吗？我已经答应你要签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为什么？我就是让你知道我黑龙帮的厉害。黑龙帮的高手无恶不作，一个都是1打10的存在。你要只是一个代价，可能连我的保镖都打不过。再不住手，娘肯定只有死路一条。黑龙，你想要什么你说，你提条件我全部都答应你，只要你肯放过他们俩。唐清曼，我特别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又着急又无可奈何。上面的战斗这么快就结束了，你说你那个男人啊，现在怎么样了啊？要不我带你去看看？唐香曼，你的男人已经被我的人解决了，你的女儿也被我的人控制，你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，我看你还怎么张口？走！啊！黑龙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糖糖，求求你给林阳家辆救护车，我求你了。还修救护车？我看你那个男人8成是死的不能再死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帮你叫一辆灵车，怎么样？哎，是20多个高手，就算是他有3头6臂，现在也没有办法。唐香曼，你怎么不走啊？难道你不敢去看你男人那个惨重的画面啊？走啊，上面也好精彩，走啊！是吗？那当然是啊。你试试看。你看我像人像鬼啊？区区这么一个小奴才，要不是场地受限，他们早死。不对，大哥，叫爸爸没用，再叫辆灵车吧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就这么几个小喽啰，还伤不了我。
哦，身上的血是他们的。你差点把我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了，糖糖还在楼上，你赶紧上去看看他。这个叫什么黑龙的，我来教训他。哎，等一下，黑龙他毕竟是海城地下世界的王者，若真是把他怎么样了，我们将会后患无穷。反正今天也没出什么大事，要不就放过他。是啊，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屁放了，我保证，我以后看见你们，我躲得远远的。那好，我今天就听你的，饶了这个狗东西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赶紧把这里清理干净了，然后滚蛋！好，过来。爸爸，糖糖，爸爸好厉害，打跑了那么多坏人，以后坏舅舅和外婆肯定不敢来欺负妈妈啦。那必须的，以后有爸爸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和妈妈。好了，今天时间也不早了，你该去洗澡睡觉了。那爸爸，糖糖去洗澡了，等一下爸爸要陪糖糖睡觉啊。好，爸爸一会儿过来陪你。快去吧，去吧。林阳啊，有个事儿，我觉得我得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最近是我比较容易受孕的日子，主要是为了糖糖能够早点好起来，所以我想咱们能不能早点要个孩子？放心吧，这件事交在我身上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今天不行就明天，明天不行就后天，后天不行就大后天。我一定每天都保持充沛的体力，直到完成任务为止。一说起这种事你就没正形了。我去陪糖糖洗澡了，你在1楼洗澡，水给你放好了。Say what you think. Oh, baby, I can lose my mind. 洗澡澡，洗完澡澡造宝宝。大灰狼啊，要吃掉小红帽，小红帽却以为这个大灰狼是他奶奶。最后啊，真好，终于有一个家的样子了。这个男人挺有肌肉，在女儿面前也挺温柔。只是，等一下要怎么开始呢？上回是被下了迷药，这回不会很尴尬吧？不行，喝点酒，壮壮胆。故事讲完了，糖糖该睡觉了。I've been thinking of it all week. Taste of salt and white, hands all over my mind and body. 我美吗？ Since I left you, I've been in a haze. Got me counting hours, counting days. 妈妈，你很热吗？为什么穿这么少啊？他把胡子长出来了。
妈妈帮我看一眼。快睡吧，快睡吧，快睡吧。怎么这突然起来了？听话啊，睡觉。哎，怎么又睁眼了？林阳，糖糖睡了吗？嘘，还没有呢。林阳，头好疼啊！糖糖睡了没有啊？还没呢，马上了啊！林阳，糖糖睡了没有？妈妈，我还没有睡觉，爸爸已经睡着了。喂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说。喂，老大，最新消息，秦淮和神医昨天整晚进行研究，最终研究出了能治疗糖糖小公主这类型白血病的方法和药物。也就是说，不用生二胎也能治好糖糖的病了？对，不用生下二胎了，就能把糖糖小公主的病给治好，能让糖糖小公主提前1年好起来，这样就能减轻她的痛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是好事儿啊！这秦神医这次可是费了不少劲儿啊！要不是老大您救了他一命，他早就死了。后来给他一笔钱，让他成立了华国排名第1的淮河制药集团。秦老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也就是糖糖小公主生了这样的病，他才会整晚不睡觉研究出这个药。老大，秦老还说了，他等下就坐飞机到海城来，晚上在海城举办一个宴会，宣告他研究出治疗白血病的药物。哎，那行，让他来吧。大清早的，给谁打电话呢？一个朋友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啊，糖糖的病现在……都怪你！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喝了点酒，鼓起点勇气，结果我还没睡，你就先睡着了。真的太困了呀！哎，谁知道糖糖那么难哄，他硬是不睡啊。要不，咱们去隔壁房间，趁糖糖没睡醒。喂，秦曼，秦神医今晚要来海城，还要举办宴会。你说什么？秦淮和神医要来海城了？那太好了，麻烦您一定要帮我弄一张邀请函，我一定要见到秦神医。太好了，我之前就一直想要见到秦神医，但是人家是华夏首屈一指的神医，我一直没见上。这次他来海城，我一定要见上他，让他给咱们糖糖看看。哎呀，我相信啊，这次秦神医来海城，一定是能给糖糖治好病的。你放心。想肯定是这么想的嘛，但是人家秦神医是举世无双的神医，想见他的人太多了，我也没有把握能够让他治疗糖糖。不过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努力的。唐清曼那个野男人真那么厉害？黑龙带了20多个金人过去，都被他给打赢了。是啊，周少，我也没想到那个臭代驾，他身手居然那么好。唐清曼那个贱女人，老子堂堂周家大少，追了她那么久，她都不答应。现在倒好啊，跟一个臭代驾搞在一起。他妈的，老子难道连一个臭代驾都比不上吗？啊！不，周少，那个臭代驾，他跟你舔脚他都不够格。是唐清曼这个贱人，他太不识抬举了他。周总，特大好消息！我们周氏制药有限公司成功被淮河制药收购，而你也被华国南部淮河制药代理人命名为海城淮河制药代理人。你说真的呀？啊？
哇，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啊！恭喜周少，贺喜周少啊！唐清曼那个贱女人，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找关系，说想跟秦神医见面来着？啊，让秦神医去治他那个小野种的病。是的，周少。可他怎么都想不到，周少您成了淮河制药集团海城的代理人啊！那他想见秦神医，就得来求求您了。唐清曼这个贱女人，最看重的就是那个小野种的命。这一次，她若是收到这个消息，一定会过来请我。到时候，你就看我怎么折磨她。周少，到那个时候，为了那个小野种，您无论怎么折磨唐清曼那个贱人，他都不会反抗，反而他还得乖乖的跪下来，求您折磨。周少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，秦神医已经在来海城的飞机上了，他今晚会到。还有，他说今晚会在海城举办一场宴会，在宴会上有一个巨大的惊喜将公之于众。我的天哪，周少，秦神医这是奔着您来的呀！周少，您看看，您刚刚当上淮河制药集团的海城代理人，秦神医就过来了。那这个宴会不是为你举办，还能是什么？并且还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要公之于众。周少，那这个惊喜除了你还有谁呀？没错，哎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这秦神医没有什么其他理由再来海城啊。就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哈，那秦神医居然会这么看着我，把我设为惊喜，然后公之于众。哎，我可真是太荣幸了。哎，周少，那秦神医肯定是看中了您的能力呀，所以才那么看重您。哎呀，唐清曼啊，唐清曼，哎，老子现在可是秦神医面前的红人了，海城所有的权贵都得来巴结我。这一次，你若是想要秦神医去给那个小野种治病，他只需要我一句话就行。到时候就看你怎么在我面前表现。哎，周少，那个贱人不就是您案板上的鱼肉，任您宰割吗？您让他趴着，他肯定不敢撅着。我就等着看唐清曼那个贱人怎么了去。林阳，你一会儿下午记得带糖糖去逛一逛，买点衣服，记得要买最有档次、最贵的哦。毕竟今天晚上是秦神医的宴会，我们一定要穿得得体。白天呢，我先去公司上班，晚上我们再去宴会厅集合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当天晚上说不定就可以让秦神医给糖糖看看。其实完全也不用这么麻烦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吃好了，先去上班了。拜拜。爸爸，那吃完饭我们还去买衣服吗？去呗，妈妈都吩咐了，咱们得照办啊。那爸爸，我知道有一个水上乐园的商场，我们去那里买衣服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你是想去水上乐园玩呢，还是想去买衣服？都想。行，那咱们就先去水上乐园，然后再去买衣服，怎么样？耶，爸爸万岁！哎，糖糖，咱们先在酒店门口等一下妈妈，等妈妈到了，咱们再进去。好。哎，秦神医，店主大人，我已经下飞机了，现在就刚刚酒店。您放心，我已经把药带过来了，让糖糖小公主服下去之后，糖糖小公主就一定能好。秦神医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，我相信你。哎，别，店主大人，我在外人面前是神医，在您面前就是一个小弟。糖糖，没事吧？
野丫头居然敢挡我的路！你知道我这车多少钱吗？撞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撞到人了？恶人先告状，你还有理了？我怎么就没理了？是你这个野丫头不看路，挡了我的路。我告诉你，我的车可比这个野丫头的命值钱多了。要是撞坏了，就算是把它卖了，也赔不起。你居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老公，小子，我是唐氏集团的财务总监，你女儿挡了我的路，你还打了我的女人。现在我命令你立刻跪下，把我的皮鞋给我舔干净，然后让你女儿用衣服把我的车子给我擦干净。我会考虑饶了你。小子，听到了吗？我老公可是唐氏集团的财务总监，是你这种贱民一辈子都得罪不起的存在。只要我老公一句话，就能让你在海城活不下去。活不下去？我妈妈是唐氏集团的总裁。你妈妈是唐氏集团的总裁？哎呦呦呦呦，我好怕怕哦！野丫头，就你这副贱兮兮的样子，你妈妈去唐氏集团做保洁都没人要她。小小年纪就知道说谎，一看就是穷鬼养出来的丫头。今天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训教训你。谁敢打我女儿？刚刚是谁说要打我女儿的？唐总，是您啊！唐总，我没有说要打您女儿，我是说要打这个野丫头。她刚才冒充您的女儿，还挡了我的道，还差点把我新买的车给撞坏了。是啊是啊，唐总，这个穷鬼的野丫头还想冒充您的女儿，我们正在帮您教训她。是啊是啊。是吗？她就是我唐清曼的女儿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华娜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我没事。唐总，我真不知道她是您的女儿啊！我要是知道的话，你就是给我100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啊！那别人家的女儿，你就可以随便欺负了吗？你现在回到公司，收拾东西走人，你被开除了。唐总，不要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要让我再说第2遍，现在立刻马上滚！行，走。林阳，一会儿见到秦神医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治疗好糖糖的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说，秦神医也照样会治好糖糖的。林阳，这种话你跟我说说就行了。一会儿到了宴会现场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了，万一要是被别人听到了，秦神医知道，要是不高兴就不好了。好。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你好，干一杯。抽死你！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姐姐唐清曼吗？哎，你也来参加秦神医举办的宴会啊？还带着一个臭代驾一块儿来？你一个臭代驾也有资格来这种高档的宴会，真是拉低了宴会的档次。你们2个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就不干净怎么了？我就说这个臭代驾他拉低了宴会的档次，怎么了？哎，大家都过来看看，他唐清曼自己来参加宴会也就算了，还带着个臭代驾一块儿来。什么时候一个臭代驾也有资格来参加我们这种高档宴会了？据我所知啊，代驾都是在宴会门口等着，等到宴会结束再来求我们给钱，帮我们开车。对呀，坏外婆，坏舅舅，你们都是坏人！你个小野种，你也是这个臭代驾的种，你也和他一样，没有资格来参加这种高档的宴会。我记得我昨天就跟你说过，你要是再敢叫我女儿一声小野种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打算怎么不放过他呀？哎，朱少，在这个宴会现场，你还打算打人不成啊？朱少，这个就是唐清曼找的那个臭代驾，
就是他呀。那现在我命令你，带着这个小野种滚出这，这场宴会不归你。不过，唐千曼倒是可以留下来。你有什么资格命令？你谁啊？我有什么资格？来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他我有什么资格？小子，你知道秦神医这场宴会是为谁举办的吗？听你的意思，是为他举办的？那当然了，就在今天上午，周少被淮河制药集团任命为海城代言人，刚刚任命完成，秦神医就亲自过来举办宴会，还说有一个巨大的惊喜要公之于众，那可明显啊！秦神医过来为周少亲自准备宴会，并且这个惊喜肯定就是周少啊！唐清曼，就我所知，你一直在动用所有关系，想要请秦神医为你这个小野种治病。现在周少可是秦神医面前的红人了，你若是还想请秦神医，那你可就要好好求一求周少了。周少应俊贤，淮河制药集团的海城代理人。今天这场晚会就是秦神医为他举办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今天就算是见到了秦神医，有周少兵从中作梗，给堂堂治病，也没有希望了。唐清曼，我看你现在好像有点慌啊！不用慌，周少这人他很好说话的，你只要好好的求求周少，再满足一下周少的要求，我想周少肯定会在秦神医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让秦神医帮你这个帮你女儿治病的。这可说不定。秦神医这么看重我，还专门来海城为我举办这场宴会。我要让秦神医给这个小野种治病的话，秦神医或许不会答应。但是我要是让秦神医不给他治病，秦神医一定会答应。唐清曼，这下你可清楚了吧？周少在秦神医面前那就是红人啊！你如果不好好求一求周少，那你这个女儿可就没法治病喽。之前周少一直追求唐清曼，唐清曼自始至终没有同意。现在唐清曼可有苦头吃了。就算吃点苦头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周少无论提出怎样过分的要求，这唐清曼都得答应，否则他女儿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个唐清曼平时那么高，今天啊却要求周少，我想这画面肯定很好看，我很期待呢。瓜子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唐清曼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跪下来求周少？难道你不想要你女儿的命了？妈妈，你不要求这个坏人，糖糖不治病了。糖糖，你听话，你先去爸爸那边，让他抱着你啊。周少斌，只要你能够让秦神医治疗糖糖，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哎呦，唐清曼啊，唐清曼，你可真是能屈能伸啊！那这样吧，那就让这个臭代驾先带着你的女儿先回去，等宴会一结束，咱俩找个地方单独的好好聊一聊。今天晚上你就不用回去了吧？周少斌是吗？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之徒！你个臭代驾干什么？唐清曼，你也不好好管管你的男人，就任由他在这里胡说乱说。如果你们今天要真把周少给得罪了，那你的女儿也别想活命。林阳，你别说了，秦医生，他已经是全华夏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医生了。我之前那个国外的医生，哪怕我们有了二胎，配型的成功率也只会有50%。那也就是说，还有50%的可能性配型是不会成功的。这样糖糖就治不好了。秦神医现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
我知道秦神医是你最后的希望，但是你放心，秦神医不会因为这个小瘪三的任何一个言语，而影响给糖糖治病的可能。唐青曼，唐青曼，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男人！不是我瞧不起他做代驾，是他这种底层人，根本连我们这些高层的底层逻辑他都不懂。秦神医亲自过来为周少举办宴会，还说周少是他的惊喜，那么重视周少，周少怎么可能就左右不了秦神医的意思呢？唐青曼，我现在已经开始生气了。你如果再让这个男人还在这乱说话的话，真把我惹生气了，你别说1个晚上，就是10个晚上，我也不会气在秦神医面前说任何好话。不需要，不需要。那你今天连跟秦神医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看没有机会跟秦神医说话的是你吧？那真是太可笑了！今天这场宴会啊，就是为周少举办的。周少怎么可能和秦神医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啊？林瑶，您快别说了，一会儿真把他惹急了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考虑糖糖。你不用再考虑了，我决定，我今天不会为了你唐青曼去跟秦神医说任何好话，甚至我会去让秦神医不给你的女儿治病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啊！哦，是秦神医！秦神医来了！秦神医来了！走。你好，非常感谢您来到海城。你是谁？我是周少斌啊，今天刚刚成为咱们海城的代理人。秦神医，周少这样的青年才俊被您封为淮河制药集团海城代理人，并且您还亲自过来给他举办宴会，视他为惊喜，你真是慧眼识珠啊！那是当然，秦神医还有周少的关系，就像千里马跟伯乐。周少这匹千里马能被秦神医这个伯乐看中，那只能证明双方都是非常厉害、有眼光的人啊！哎呀，你别乱说话。哎呀，不过确实要感谢一下秦神医您对我的抬爱。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以后肯定努力的工作，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谁说我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给他举办这个宴会？没有啊，我们都没有听说。你一个区海城的代理人，是谁给你的勇气说出秦神医是为了你来举行宴会？我堂堂华国南区的代理人，我上任的时候，秦老爷只不过是打了个电话而已。你还真是自作多情啊！秦老怎么可能为了你来海城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着，你是什么东西？小斌，现在立马给我滚一边去！要还继续在这乱说话，信不信我立马废了你海城代理人的职位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们两个给我闭嘴！人家秦神医就喜欢踢你，还说了今天晚上有惊喜。门令就这么口无遮拦把我这个惊喜说出去了，人家秦神医能不生气吗？啊！秦神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教训他们两个。你消消气儿，咱们这边请坐啊。这个代理人是你提拔的？是，把他给我开了！什么玩意？是没有，还一脸自作多情的样子，看着就恶心。让开！秦神医您好，我是唐青曼，你给我滚开！没看到秦神医发脾气了吗？秦神医，你不用理会这个女人，你这边请，周少为您准备了。是唐青曼，堂堂小公主的妈妈。堂堂小公主，堂堂小公主。
是，我是糖糖的妈妈。你好，我是秦淮河。你好，糖糖生了很严重的病，我想请您帮忙看一看。我知道啊。这样，我现在就给糖糖小公主看。好，那您这边请。太感谢了，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秦神医为什么对唐希曼那个贱人态度那么好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今天这场宴会不是给周少准备的吗？可秦神医对周少的态度这么差，反而对唐清曼的态度那么好。玲，你让一下，让秦神医看看。参见殿主大人。参见。那个秦神医吧？你是来给我女儿看病的？快看吧。云阳，你态度好一点。无妨啊。我这就给糖糖小公主看看啊。哎呀，好漂亮的小姑娘，真是太可爱了啊！糖糖小公主啊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你可一定要收下。糖糖小公主，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你可一定要收下啊！你长大了，我会有更多的礼物送给你。哎，我说老头，要看就赶紧看，别整那些没用的。林阳，对人态度好点啊你。好，我这就给糖糖小公主看啊。糖糖小公主，来，把你的手伸给我啊，我给你把脉，不疼，马上就好。好，和我之前的判断几乎一模一样。好，来，糖糖小公主啊，把你的嘴张开，把这颗药丸吃下去，你的病就好了。齐神医，您的意思是，糖糖把这药吃了，他的病就好了？当然了，我昨天晚上可是花了整整1晚上的时间都在研究这个药，今天早上终于研究出来，所以呢，我就马不停蹄的把它带来。不过你放心啊，糖糖小公主服下这个药，这病马上就会好，而且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症状。老头，你没看见我女儿的嘴吗？一直在那这里，你要喂就赶紧喂。对，好，哎，来，糖糖小公主，把这药吃下啊！这药丸不苦，很甜的，我里面加了甜的成分。妈妈，我感觉我好舒服啊！糖糖，你是觉得好了吗？妈妈，我真的感觉我突然间好舒服，我好久都没有这么舒服了呢。糖糖，你终于好了。你这段时间担心死妈妈。秦神医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唐小姐，您太客气了。你说又给我们糖糖看病，然后又送了那么贵重的礼物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。你要多少酬金，我只要拿得出来我都给您。如果暂时凑不出来的话，我就先给您一部分，剩下的我一定给你补齐。不用，1分钱都不用。您不要钱？真的不要。诸位，我今天举办这个宴会啊，并且之前告知大家，今晚会有个惊喜，而且还会公之于众。那就是我刚刚给糖糖小公主服下那颗药丸，
这颗药丸呢，经过我长期的研究，能够精准有效的治疗白血病。只要服下这颗药丸呢，这白血病就能够被彻底的治愈。至于你们之前提到那个叫周少斌的年轻人，他没有资格让我来海城，也没有任何资格被我称之为惊喜。至于他淮河制药海城代理人的职务，从今天开始将会被彻底开除，还有他们家族与我淮河制药集团的合作也将被终止。周少斌，你还有你，你们几个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不想在这宴会上再看到你们的身影。来人呐，把他们赶出去！怎么敢呀！不可这样大少爷！哎呦，也是，我早就该走，太嚣张。来人呐，把他们赶出去！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别催我！你不能这样！你不能这样啊！从今日起，我淮河制药海城代理人啊，不是华国北区代理人，将由唐清曼女士担任。秦神医，我给你就接着。秦神医为什么对我们家这么好？我怎么知道？不对，你之前就说秦神医一定会给糖糖治病，现在人也的确给治好了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认识他？对，那个3、4、5、6年前吧，确实认识。就是他那天有一天喝多了，我给你当代驾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所以才就这么认识的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不然呢？你以为我们俩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瞧你那不正经的样子！他妈的，今天真是把脸给丢尽了！程少，我就奇了怪了，那秦十一本来就是为您举办年会，为啥会搞成这个样子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太高调了！秦十一那样的人一直喜欢低调，你们懂吗？我那么高调，秦十一肯定会生气，所以才会做那样的决定，甚至把我代理人的职位都给开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儿子，咱们以后要低调一点啊。对，只不过今天这件事情可算是便宜了唐清曼了，居然让秦神医把那个小贱人给治好了，怕是唐清曼以后再没机会求周少了。没有机会啊！找机会都得让唐清曼跪下来求我！贱女人，老子一定要折磨她，懂吗？慢点，糖糖。真是太好了，放在我心里这么久的心病，今天总算是解决了。哎，你说，糖糖呢？现在的病也已经治好了，我们还要不要二胎了？其实吧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要不要二胎都不是那么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过程，咱们不能生疏了。糖糖还在这儿呢，我先上去洗个澡。好，去吧。你先好好陪糖糖。你洗好了叫我。I wish you say some type of way. Am I feeling the way? I wanna lay down in my face. Let me show you like rain. Your voice is spinning in my head. Hide under.
面太滑了，不小心就把脚给崴了。我扶你上床上去。来。你这么厉害，给你揉一下吧。可能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你揉就揉，瞎看什么呀？好了。不信你下地走走看。来。 차가워진 공기마저도 사로잡아버린 너의 touch 날카로운 숨소리도 가름빌 듯한 눈빛도 After you make dangerous look so beautiful. I'm headed on the floor, let me cuddle in a bed, feeling all around my head. 我的电话，别管他。不行，这是我私人号码，大半夜的，肯定有什么着急的事找我。喂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好，那我现在就过来。林阳，你在家里哄糖糖睡觉，公司出了点急事，我得过去一趟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你在家里哄糖糖就行，公司的事我能处理。关键时刻被打扰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要让你知道破坏我好事的代价。魏觉英，给我查一下，我老婆公司半夜出现危机是什么事情？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？老大，我调查清楚了，是周家。周家？周少斌啊？是的，周少斌联合海城城主对夫人公司进行施压，导致夫人目前最大的项目出现了问题。原本能够到位的100亿资金，现在已经到不了位了。好，这个周少斌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现在就联合天龙殿所有的力量，把周家给我灭了。是。啊，还有，你亲自去联系海城的城主，要是他敢把这100亿资金给我抽调出去，就换一个城主。是。周家，周少斌，你们还真能蹦跶。原本想多留你们几日，既然欺负到我老婆头上了，那就让你们周家在海城消失吧。爸爸，妈妈那么慌张的出去，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啊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几年妈妈经常晚上慌张的出去，每次都是坏舅舅和坏外婆搞鬼害妈妈。那我们去救妈妈，好不好？好，有爸爸在，没人再敢害妈妈。走。唐清曼，都是因为你在宴会上得罪了周少，导致周少联系了城主，把原本对唐氏集团投资100亿资金抽调了出去。现在我们的项目搁浅，若是明天上了新闻，公司股票就会跌停。你简直就是我们公司的罪人。不知所谓，真当自己是个总裁就多了不起啊！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拿什么解决？依我看，你根本就没能力解决这个事情，不如赶紧从总裁的位置上滚蛋，再把手里的股权交出来，由我来担任总裁。唐勇，你来当总裁？你有本事让城主继续投资吗？当然了，我跟周少已经说好了，
若我来担任总裁，他不但会说服城主继续对我们唐氏集团进行投资，还会从原来的100亿变成200亿。各位股东，你们可都听好了，我儿子若是当上总裁，不仅仅能解除公司的危机，还能把投资变成200亿。接下来你们应该怎么做？我想你们应该都清楚了吧？这是这样，我去，你说呀，还能怎样？确实厉害呀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就应该让唐勇来担任这个总裁。不管怎么说，公司的危机解除了，还能够拿到投资，这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。唐清曼，公司不是儿戏，你为了给你女儿治病，在宴会上得罪了周少，导致我们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危机。这原本就是你自私的行为导致。我劝你啊，还是直接辞职，把股权交出来吧。这个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了。哎呀，你们都别这么说，人家清曼的本质就是为了去给孩子看病，他不是可以去得罪周少的。这个事儿肯定不能赖在清曼的头上，知道吧？你他妈给我闭嘴！会说话就说话，不会说话把嘴巴给我封上。你也知道说本质啊，本质就是唐清曼从一开始就得罪了周少，而周少就是有本事对我们唐氏集团下手，让我们唐氏集团破产，让我们这些股东手里的股份变得一文不值。你们都是股东，你们愿意自己手里的股份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吗？只要唐清曼这个得罪周少的人从公司里面滚蛋，周少将不再针对公司，公司才能稳步发展，才能继续赚钱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们都不明白吗？各位，我就明说了，你们当中有人支持唐清曼，我不反对。但若是唐清曼从公司滚蛋，你们跟着他一起滚蛋！你敢威胁我？老子就威胁你怎么了？老子背后有周少支持，周少背后有城主支持。我今天不光威胁，老子还他妈打你呢！够了，唐勇！唐清曼，别在老子面前装威严，你现在没这个资格。不就是少了城主投资的100亿吗？我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新的投资，但是股权，我是1分都不会让出去的。有城主反对，你的公司谁会投资？还有周少呀！唐清曼，收起你的自信。整个海城再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投资你的公司，而外地有城主的阻拦，也不会有人再敢把钱投到你的公司里去。所以现在你已经走投无路。周少斌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？为什么？就因为你他妈的自视清高，就因为你他妈的宁愿跟一个臭代驾在一起，也不愿让老子碰。现在全世界都说我不如一个臭代驾，老子的脸面都丢尽了。你说我为什么针对你？唐清曼，你不要以为你傍上了秦神医你就了不起。秦神医是厉害，但他也就是一个医生罢了。他能治得好你女儿的病，他能让你的公司起死回生吗？对呀，周少说的有道理啊。是，也别说老子不给你机会，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，然后主动去跟我开房，如果你能给我伺候舒服了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，让你继续在这个唐氏集团当总裁。不过你的股份你就拿不去，我可以留给你5%，怎么样？周少斌，想让我求你，你想都别想。不求我，这不求我也行啊。那你现在就乖乖的从这唐氏集团滚蛋，股份你1分也拿不回去。你不是愿意跟那个臭代驾在一起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跟他做代驾去吧。
唐晴曼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今天就算你不求周少，周少也照样睡你。你今天求他，他就睡一个心甘情愿的唐晴曼；你不求他，他就睡一个被强迫的唐晴曼。你今天啊，只有这一个结果。对，你害得老子丢尽了脸面，老子再怎么着也得从你身上偷点利息回来吧。你可别忘了，林阳可是一个人打败了黑龙手下20多个精锐。你要是今天敢动我，你想想你的后果。你少他妈拿那个臭代驾来吓唬老子！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老子也得先把你睡了再说。把唐千曼给我控制住，弄到他的办公室去。我今天就要在你的办公室把你睡了。周少斌，你过来，你给我去死！给我去死！唐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这是找死啊！唐青曼，你唐青曼，你这贱人！老子要玩死你！我要玩死你！把他给我弄到他办公室去！我今天要不玩死你，老子就不姓周！带走！搞成这样子。妈妈，我和爸爸来救你了。妈妈，你别怕。周少斌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敢欺负我媳妇儿，你找死！我找死啊，小子！我看今天找死的人是你。既然你今天来了，那正好。那我今天就当着你还有这个小野种的面，在你们面前让你们好好看看我怎么玩弄他。周少，你没事吧？林阳，你这是在找死！你知道公司现在是什么状况吗？把周少得罪了，整个公司都会破产，到时候我们整个公司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。刚刚唐青曼踹了周少一脚，现在你又踢了一脚，你们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把公司拉向深渊。你们现在唯独只有跪着求周少原谅，再无条件答应周少的所有要求。周少在，哎呀，儿子！哎呦，这么踢啊！你还敢踢我儿子？你找死！你人尾不惯着，还有谁啊？还有谁啊？是啊。还好吧？没事。那行，咱们回家吧。哎，不行，我还有事没处理好。你说那事儿我都帮你处理好了，咱们回家睡大觉，明天还是光光这样的一天啊。不是林阳，我不是说他们欺负我的事，公司现在账上有100亿的缺口，我要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好。我说的就那事儿，资金的问题我已经给你解决了。林阳，你不用安慰我了，这是100亿，又不是什么小数目。唐青曼，你现在知道怕？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？这个臭代驾他帮不了你，100亿的资金你要是解决不了，那你们公司你就待不下去。你这个总裁，就你的。各位股东，应该是你们说话的时候了，赶紧表个态呀！要是再不说话，那可就是我和我儿子的对手了。唐青曼，你别说我们没有给你机会。既然唐勇说他做这个总裁能够让城主为我们投资200个亿，那么今天晚上你如果能搞到200个亿到公司的账户上来，我还认你这个总裁；要不然你就把你的股份和你的职位都让给唐勇吧。对呀，唐青曼，咱们是股东，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不管怎么样，都要为了我们口袋里的利益着想。谁做这个总裁，我不在意。但是如果谁影响到了我的利益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说的有道理啊，感觉也是。同学们，一个晚上，就算你们家开印钞厂了，也印不出来200个亿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滚蛋吧，别垂死挣扎了。就是，既然无力回天，就老老实实认命吧。我就看唐勇比你有本事，这个总裁的位置就应该让给有本事的人来当。各位，麻烦给我3天的时间，我一定筹集到这100亿。不可能！今天晚上这件事情必须解决。哼，给你3天时间，你怎么不说给你3年时间啊？不过有周少和城主2位都在，就算是给你3年，你也弄不到100亿的资金。同学们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，就算给你再多的时间，你也搞不来这么多的钱了。你走吧，不要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影响了我们大家的利益。唐青曼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肯认输吗？既然你真的不肯认输，那就快快给周少道歉，祈求周少原谅啊！3分钟，就3分钟的时间，资金的问题立马给你们解决。以后我老婆还是你们唐氏集团的总裁。啊，这真的这么说呀？3分钟？哎，你这个臭代驾，你知道100亿是什么概念吗？就是你不吃不喝，你干一辈子代驾，你也赚不到这个钱。你连100亿的零头你都赚不到，还扬言什么3分钟解决？你这是风大不怕闪了舌头呀！你有空在这质疑我，不如还是担心你们周家吧。不，我们周家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即便就是跟秦神医合作不了，我们周家依旧也是海城最大的家族，我们的生意蒸蒸日上，没有人可以让我们周家出任何的危险。哼，好，那你不妨打个电话回家看看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打就打，不过今天就算我打了，你这个臭代驾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可信度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爸关机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我爸现在就在家里面安心的睡觉，也就是说我们周家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个王八犊子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们周家破产了！你个王八犊子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现在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正在攻击我们周家，我们周家所有的业务全部停止了，即将面临巨额的赔偿，赔偿金额连我们整个周家卖了都赔不起。周家破产了！哎呀，爸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周家那可是海城最大的家族，城主的关系跟咱们这么匪浅，咱们周家怎么可能破产呢？哎呦，我有心思跑来这里跟你开玩笑啊！爸，你说真的呀？咱们周家真破产了？我动用了所有关系，才最终打听到，是你周少斌得罪了天龙殿，导致天龙殿才对我们周家动手，这样导致我们周家破产。你到底做了什么啊？天龙殿就是那个跟巨龙一般的存在，不是，不可能的！我跟那个天龙殿，我根本就没打过交道，我怎么可能得罪他们呢？是啊，周家主，像周少这么低调做人，他怎么可能会得罪像天龙殿那样的存在？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是天龙殿搞错了？搞错？天龙殿怎么可能搞错啊？我在京城的朋友打电话跟我说，就是你，我的儿子，得罪了天龙殿殿主。天龙殿主亲自下命对我们海城周家动手，这样才导致我们周家破产。难道海城还有第二个周家吗？啊！我们搞错了，我怎么可能搞错？
是爸，你天龙殿所有人我都没有接触过呀！啊，这段时间我唯一有过冲突的人，那就唐清曼一个人，还有这个臭代驾，他没了呀！难道不可能？他就一个臭代驾，怎么可能是天龙殿的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和天龙殿有没有关系？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。你还是赶紧回去处理你周家那烂摊子。烂摊子，我们周家即使是破产了，那唐家依旧不好过。城主根本就不是因为我是周家大少才帮我对付唐家的，真正的原因是我爸跟城主大人是从出生起，他俩就一直是好哥们儿。即便是我们周家破产了，唐家的危机照样不能解除。所以唐清曼，你唯一能做的还是来求我。周少斌，你们周家现在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干嘛还要处处针对我？你有这个功夫好好管管你们自己家的事不行吗？唐清曼，老子就是要搞你，老子就是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老子周家已经破产，我正好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，你赶紧求求我，求我好好折磨折磨我。就你说这话，你就该死！好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给城主打电话，我立马让他投资唐家的那100个亿，现在就打进唐勇的账户上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从现在开始，唐勇就是唐家的家主，而你跟唐清曼现在立刻滚出唐家，你们一家人就彻彻底底的做个穷人了。不行，这唐氏集团是我母亲一手创立的，如果真的毁在我手里，那我就真的对不起我母亲了。放心，这周少斌那小瘪三蹦跶不起来，他根本就打不通那城主的电话。可笑！啊，我爸跟城主大人那可是好哥们儿，我连他私人号码都有，我怎么可能打不通他电话呢？你打。但是打之前，唐清曼，我希望你明白，等我打出了这通电话，你到时候想跪着求我，主动求我折磨你，也没有用了。毕竟，这个你屁话怎么这么多呀？要打你赶紧打，不打就给我滚蛋！好小子，老子现在就打这个电话。唐清曼，你记住了啊，你接下来的下场都是这个臭代驾造成。看，通了，通了。你等着，老子再打一个。喂，城主伯伯，我又挂。爸，这城主伯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老挂我电话啊？什么原因啊？你城主伯伯可能在忙其他事情，他贵为城主，日理万机，这很正常。那是不是城主伯伯？对，那是你城主伯伯，他一定是知道我们周家的事，所以不惜千辛万苦的过来帮忙我们解决问题。城主伯伯，大哥，非常感谢，知道我们周家有困难，这么晚不辞辛苦的过来帮忙，实在感谢了啊！你们俩父子在这干什么呀？城主伯伯，既然您来了，那您就帮我一个忙。我之前不是求您，就是帮我投资唐家那200个亿吗？你就尽快落实一下，然后直接打进那个唐友的账户里面就行。唐清曼这贱人，你就别管他了。啊，大哥，你认不认识这个天龙殿殿主？帮我们说说好话，我们周家可不能这么就破产了呀。对。
大哥，出气正可出气正，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。你知道你这个好儿子害得我有多惨吗？就因为老子帮他对付唐清曼、唐总，害得老子得罪了天龙殿的殿主。现在你们竟然还让老子帮你，老子现在恨不得杀了你们两个王八蛋！又是天龙殿。不是，这唐清曼到底有什么本事啊？居然被天龙殿殿主这样护着，先是让周家破产，又让城主大人惊恐万分。我想起来了，秦神医帮那个小爷糖糖治病的时候，态度那么好，会不会也是因为天龙殿？不是城主婆婆，天龙殿为什么老帮着唐清曼？什么原因啊？什么原因啊？我知道吗？周少斌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喊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！哎，唐小姐啊，实在对不住啊，之前我真的是不知道您还有天龙殿这么强大的背景关系，请你原谅。那么现在，我宣布，我以我城主的身份，以唐清曼小姐的名义，注资1000亿，进入唐氏集团。那么从今往后，谁若是和唐清曼小姐过不去，那就是和我过不去。至于唐勇和刘婉之这两个人，逐出唐氏集团。二人名下所持的股份，也全都由唐清曼小姐持有。从此以后，这二人跟唐家以及唐氏公司不再有任何关系。城主大人，不要啊！不要把我们赶出去！不要没收我们的股份！要是没有了股份，我和我儿子以后怎么活啊？城主大人，求你网开一面，我们以后对唐清曼马首是瞻，求你们给我留一条活路啊！闭嘴！你们这些人得罪的那可是店主，不是我。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话，也只是传达店主的命令而已。你们要求就去求店主吧。唐小姐，你也都瞧见了，希望您能体谅我这个城主的难处，进而在店主面前帮我动美颜几句。那么以后，但凡您有任何需要我出面帮助的话，尽管言语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我保证全力以赴，圆满完成。干嘛一样啊？我根本不认识所谓的天龙殿店主，他为何这么帮我？还有，林阳从进来会议室开始就一直表现得很淡定，并且他还说一定能给我解决资金问题。周家破产的事情，周少斌都不知道，林阳就已经知道了。难道他就是天龙殿的店主？林阳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难道是天龙殿的店主？我，天龙殿店主？怎么可能？你看，6年前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代驾；前几天你找到我的时候，我也是一个代驾。一个天龙殿的店主，他怎么可能是代驾呢？哦，对了，那个，你说那什么天什么龙殿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暂时还不能暴露我的身份。如果妹妹还活着，国外的势力若知道了这些，就一定会绑架我妹妹来威胁我。你再等等。
等我找到妹妹之后，我就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。也是，如果你真的是天龙殿店主，又怎么可能去做代驾呢？并且天龙殿的店主一定是很威武霸气的存在。你似乎还差了一点。我还不够威武霸气啊！你跟威武霸气沾边吗？要是不沾边，我怎么会百发百中呢？闭嘴！赶紧开车，走啊，开车走吧。愣着干嘛呢？开车啊！不是说你不要我动不动就开车的吗？我让你开这个车。哦，好。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其实我不仅威武霸气，我还是传说中的一八次郎，而且我还能变换各种姿势。你在干什么？开车！你给我滚！你笑什么？你笑！这口气我忍不下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们这么大的周家说没就没了？儿子，天龙殿，我们惹不起。这别墅只能住今天一晚了，明天就搬出去。不行啊，爸，这口气我必须得出，不然我就算是死了，我也咽不下这口气。怎么出啊？我们周家就算是鼎盛时期，也不敢跟天龙殿有任何抵抗，更何况现在已经是丧家之犬了。我不管，这口气我必须得出，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们周家就这么没了。好吧，儿子，你想怎么做做吧，再差不会比现在更差。城主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也都别生气，我今日只不过是迫于天龙殿的压力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城主大人，你我这么多年兄弟，我理解你今日的难处，可是我不甘心，我们整个周家就这么没了。唉，周家想要重塑辉煌，肯定是不可能了。不过，你们要是想报仇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啊，您请说，城主大人。有什么办法？这件事情虽然有天龙殿插手，但归根究底还是那个唐清曼。你们若是想报仇，只需针对这个唐清曼即可。说了等于没说一样。现在就是因为有天龙殿插手，我们才没有办法对唐清曼动手。儿子，听你城主伯伯把话说完。天龙殿固然强大，但近几年，咱们华国也崛起了一股新的势力，几乎可以达到和天龙殿比肩的地步。而我刚好在里面有认识的人，我可以给你们引荐，让他们帮你们报仇。若他们出手，天龙殿即便想要庇护这个唐清曼，也得顾忌三分，甚至极大可能不会因为一个区区的唐清曼和他们闹翻。城主伯伯，你说的这个势力，难道是凤玉阁？啊，没错，就是风云阁。而我
和这个凤韵阁的诱护法刚好有些私交。若你们真的想报仇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和他联系联系。好。真是累死了，折腾到大半夜。好在啊，一切都有好消息。现在周家被彻底覆灭了，你那个后妈，还有那个弟弟，也都被赶出家门。以后你就可以彻底消停了。总算是消停了。不过城主府那边又追加了1000亿的投资，接下来肯定是有的忙了。但是接下来可都是好消息，咱们今天晚上好好庆祝一下。这可以有。一会儿你带着糖糖先洗个澡，我去做个菜，然后弄点香槟，咱们不要！为什么？啊？爸爸，我们叫外卖好吗？爸爸，你听说过黑色的红烧肉吗？你吃过放糖的炒白菜吗？还有，你见过有内脏的清蒸鱼吗？糖糖闭嘴！爸爸救我！不是你的主意真的有这么抽象吗？我不是从小就不太会做饭吗？之前好不容易试了一回，红烧肉吧掌握不太好火候，炒白菜又把糖当成了盐，然后清蒸鱼忘了处理内脏。行了，你带糖糖上楼洗澡，这菜我做。你还会做菜？至少不会把糖当成盐。你闭嘴啊！爸爸做的菜好好吃啊！是吗？那我也尝尝。还真的挺好吃的。林阳，要不以后你就在家带着糖糖给他做饭吧，公司的事儿我来处理就行。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当家庭主妇啊？怎么不行啊？也不是不行，但是那个待遇怎么样呀1个月给你20万。说的不是这事儿。那你说的是什么？比如说，乱床。糖糖还在这儿呢。我听不到，我什么都听不到。爸爸妈妈，老师说晚上吃太多东西，嘴里会长蛀牙，所以糖糖先不吃了，先去睡觉了，拜拜。这孩子真懂事儿。老婆，我再敬你一杯。祝贺你，以后就成为1000亿富婆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我现在都感觉跟做梦一样。这么多年，刘婉芝跟唐勇2个人一直在背地里头给我使各种绊子，现在他们俩居然就这么被赶出唐家了，再也不会给我造成任何困扰了。我真的是太高兴了，今天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来，干杯！那我就舍命陪老婆了。这点酒量。等一下，我们今天去那个房间。弥漫的烟散不出，留在房间。我在窗前捧着书本和茶点，我总是失望，对于自己和明天。灯光下的微点，
Your heart outside, and the way in a right moment, and your lips on my heart. On my side, 지금 이니 세상 이리들이 너를 속였을 말아 기승 저도 지는是谁昨晚看了一整晚的电视？你的被打得好惨，吵得我一直睡不着，好困啊！宝贝啊，昨天晚上没睡好的话，今天白天咱们就补一觉。对，宝贝，那今天白天就在家里好好睡觉，哪儿也不去，好吗？不行，今天我要去幼儿园上学，学校有运动会，我不能缺席。爸爸，你晚上给我做好吃的好不好？好，糖糖想吃什么，爸爸都给你做。我想吃烧烤、烤生蚝、烤肉串、烤年糕。行，没问题。烤别的就行了，烤生蚝就算了。我今天晚上还想好好睡一觉呢。妈妈不让吃。宝贝，那今天晚上就让爸爸给你做饭，妈妈先去上班了。你生蚝、腰子、韭菜都不许买，听到没？你们还没有我哥的消息？回禀阁主，我们已经发动所有情报人员，在华国内到处寻找，却始终没有找到有关你哥哥的消息。看来走护法不太用心啊。我们凤运阁乃是世界第2大组织，要想找个人，怎么可能会找不到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有本事你来寻找就是。这种小事还是交给你这样的废物去做吧，我可不像你那么没用，只配做这种小事。你好了，你们2个别吵了，各司其职即可。左护法，抓紧时间给我找。我哥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。是阁主，我一定尽全力为您寻找。记住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阁主，这左护法的能力，怕是已不能担任护法一职，和他并列为左右护法，我都觉得丢脸。倒不如把他降级。你退下吧，左护法的能力我心里有数，无需你多言。哼。阁主，怎么了？我听说海城城主最近有联系你。记住，我们凤运阁跟天龙殿一样，成立是为了维护和平，不能够恃强凌弱。如若让我发现，必定严惩。是，阁主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，凤运阁的规矩我谨记在心，不会做那种事的。你说不恃强凌弱就不恃强凌弱，你是阁主，有的是钱，富可敌国。可我不是，要是不接这样的活，我上哪儿挣钱去？不过林素素，你也没机会反击了。我已经联合了凤运阁大部分人谋反，等到时机一到，我就联合这些人谋反。到时候林素素，你只有死路一条，而我会是这凤运阁阁主，你那个哥哥说不定早就死了。你不是想见你的哥哥吗？等我谋反成功，我就送你下去，
和你的好哥哥团聚。海城城主是吗？把钱立刻汇入我的账户，我立马带人去海城会合。哥，这10几年你杳无音讯，如今是生是死啊？哥，你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也是小时候对我最好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糖糖，在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，爸爸下午放学就过来接你。那爸爸，你下午来接我的时候，给我带上我最爱吃的烤肠。妈妈平时都不让糖糖吃，说不卫生。好，爸爸给你带。快去吧。爸爸再见。雪影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大，通过我们的调查，你妹妹的情况有一些线索了。什么？真的有眉目了？什么情况？快跟我说说，我妹妹是不是还活着？老大，我现在所得的情况还没有那么多，唯一得来的消息就是你妹妹当年和你走散之后，据说是被人领养了，等她稍微长大了一些，就被送去了国外。国外？是的，老大，这个消息比较可靠。据说你妹妹当年被送到国外的时候，已经10岁左右了。由此来看，你妹妹现在还活着的可能性很大。原来她去了国外了，难怪这些年我在国内哪怕海城我一直找不到她。绝影，你给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找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她。放心吧，老大，我已经派人去国外寻找了。对了，老大，周少斌他们最近有一些小动作，据说和风韵阁有关系。没想到这个周少斌竟然跟凤韵阁联系上，据说是城主帮忙牵的线。老大，需不需要我暗中把它处理掉？不用，这里是华国，是法治社会，别动不动就杀人。这周少斌想玩，我就陪他玩便是。区区一个凤韵阁，在我眼里跟当初的周少斌没有任何区别。唐总，周家的家产已经全部准备完毕，现在全部纳入我们唐家产业之中。唐氏集团将成为海城超级集团。淮河制药集团今天中午在海城7星级酒店为您举办一场仪式，正式宣布您为淮河制药集团华国北区代理人。城主府的1000亿资金已入账，现在我们项目将顺利开展。按照公司股东们的要求，我们将开一场发布会，宣布这个项目开展。行，这些事儿你帮我处理好。是。右护法，唐清曼已经到手，现在我随时可以带她上车。地址你是知道的，把唐千曼带过去，一切以周少斌的安排为主。周少斌要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，若是唐千曼敢反抗，你就给我控制住他。是。右护法，您喝水。右护法，请您这次一定要帮我们解决掉林阳和唐清曼。是啊，这唐家本来就属于我和我母亲的，也不知道唐清曼做了什么狗事，居然被天龙殿庇护，还把我们赶了出来。我和我母亲都咽不下这口气。少废话，我只要答应的事情，我自然会做的。林阳和唐清曼只有死路一条，至于唐家的产业该如何分配，那是你们和周少斌的事情，我不管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只要唐清曼和林阳死了，我们和周少怎么分，那也比咱们现在的处境要好啊。对呀，对呀，有风韵阁右护法出手，天龙殿也不敢插手。
林阳就算是再能打，也绝对不可能是堂堂右护法大人的对手。至于唐清曼那个贱人，落入周少的手中，今日势必会成为周少的玩物。周少说了，他现在恨透了唐清曼，他要将唐清曼给好好玩一顿，让他痛不欲生，最终被活活玩死。哦，林阳，你回来了。你们两个都已经被赶出唐家了，怎么还在这儿？哼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赶出去！我们母子俩呀，非但不会被赶出唐家，并且这里也会马上成为我们的地盘。儿子，把手机拿过来。手机给你。林阳，让你好好看看你的老婆唐清曼，这会儿正在被周少玩弄呢。唐清曼啊，唐清曼，你始终还是落到我的手里了。周少斌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快给我放开！你说我想干什么？你害得老子整个周家都没了！你说我今天会把你怎么样啊？周少斌，你就不怕天龙殿吗？你少他妈拿天龙殿来吓唬老子！我这次请凤印阁出手，就算天龙殿再想逼我，但是你想，他们会为了你唐清曼去得罪整个凤印阁吗？凤印阁的右护法现在正在你家，等你男人到家之后，他就会亲手杀了他。所以这次没有任何人能再来救你，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，就在这彻彻底底被我玩弄吧。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死？你想的倒是挺美。今天你死是肯定得死，和你那个男人将一起死。不过我不会让你死的那么容易，我会好好陪你玩，然后再让其他人陪着你一起玩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为了照顾你，我特意请了100号男乞来过来，他们现在正在门外等着呢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老子就是要让那些男乞丐们都品尝品尝，平日里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总裁唐清曼究竟是什么滋味。另外，我还要拍摄视频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一看你唐清曼的另一面。是不是？周少斌，林阳比你说的那个右护法厉害多了，他现在肯定已经在来救我的路上了。你知道那个右护法，一个人能打100个人，林阳在他的手底下绝对不可能活着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林阳能打败右护法大人，那又怎么样？从唐家到我们周家别墅起码有50公里，就算他现在开车的话，起码也得30分钟。而我现在就办。来人，把唐清曼给我弄到沙发上去，让外面的那100个乞丐给我准备好。等老子结束了，就让他们一个个的来。唐清曼，老子这次绝对不会耽误任何时间，我现在就办你。滚开！唐清曼，林阳一个臭代驾都能睡你，老子捶你怎么了？我再管他到底信不信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周少斌，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如果林阳真的会被杀死，我与其被周少斌和那么多人侮辱，还不如自己两截干。你个贱人，你还敢咬舌自尽！老子说过啊，我今天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。来人！来人！
把唐千曼的嘴巴给我掰开！咬啊，唐千曼，你继续咬啊！我看你还怎么咬舌自尽！今天要是不让你在清醒的状态下享受这非人的折磨，老子就不姓周！唐千曼，你能不能给老子老实点儿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老子现在就一鞭子一鞭子的抽你，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睡不睡你我已经不在乎了，我现在唯一在乎的事就是怎么折磨你，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行，我只要能把你折磨的生不如死。唐千曼，你现在知道怕了啊？那你知不知道，你越怕我就越兴奋啊！今天敢动我的女人一下，再别说就是你的目的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打得过右护法？而且你绝对不可能来得这么快！绝对不可能来得这么快！区区凤运阁的一个右护法，老子杀死他，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你就是林阳，周家居然花重金让我来杀你这个小喽啰，真是大材小用，去死吧！不可能，右护法大人一地板，绝对不可能被你杀死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根本就没有回家，所以说你根本就没有和右护法碰面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右护法大人，让他现在就来杀了你。撑着我吧，你快联系右护法大人，让他过来杀死林阳。右护法大人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右护法大人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不仅右护法大人死了，还有和林婉之也被杀死了。右护法大人居然死了，居然被林阳杀死了。你和唐勇、刘婉之都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，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不知死活。既然如此，今天就杀了你，你爹永绝后患。不行，林阳，这可是我爸，你不能杀死他。我告诉你，我爸跟城主大人可是好兄弟，你现在杀死了他，之后等城主大人追究起来，你根本就没有活路。你就看看我敢不敢杀死你爸！爸！爸！李翔，你竟然敢杀我爸！我杀了你！住手！周少斌，林阳他手段了得，你现在冲上去就是找死。城主大人，他杀了我爸，他杀了我爸呀！我一定要杀了他，为我爹报仇！我知道你要为你父亲报仇，可是以你现在的能力，还远远不够。林阳，你知道你杀了凤运阁的右护法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捅破了天！我已经这个消息告诉了凤运阁阁主，此刻凤运阁的阁主正在赶来海城的路上。凤运阁阁主实力超强，
以一敌万都不在话下。传闻只有那天龙殿的殿主才能与之一较高下，而你杀了他的右护法，待他来到海城之后，他定会亲自杀了你，为他的右护法报仇，你就等死吧你！林阳啊林阳，你这次是彻底的没有活路了。现在风云阁的阁主要亲自来杀，就算你有3头6臂，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生还的机会。爸，你死得好惨啊！你放心，风云阁的阁主亲自来了，那个林阳他一定会死。没事吧？雷阳，风云阁的人已经在路上了，你快走！走！往哪儿走？风云阁的能量遍布全球，无处不在。只要是在这个地球上，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们都会把你抓出来，然后把你杀死。林阳，你知道吗？这整个世界上只有天龙殿殿主才有可能从风云阁阁主手掌里面逃脱，而你是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从他手底下逃脱的。雷阳，你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没事吧？你不是一直就想问问我到底是谁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就是天龙殿的殿主，区区风云阁的阁主，在我眼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清晚，原本打算找到妹妹之后，再跟你挑明我的身份，但眼下情况紧急，我还是跟你先说吧，避免你过度担心。不是林阳，你说你是天龙殿的殿主，你真是把我逗笑了。你瞅你这个样子，像是天龙殿殿主吗？真是可笑。撑着我吧。你听说过一个天龙殿的殿主会在这海城连续几年就做一个代驾吗？根本没这个可能。高高在上的殿主，别说做代驾，就算我这个城主的位置让给他，他都不稀罕，又怎么可能当代驾？只怕是听到了凤运阁阁主要出手，害怕了，所以他吓破了胆，语无伦次了，对吧？我猜也是如此。人只有在极度恐慌和惊吓之后，他就会语无伦次，试图让自己放轻松吧。林阳，你快别瞎说了，你怎么可能是天龙殿殿主呢？我可是清楚的知道，你之前可是做过几年代驾司机的。你快别说了，我现在去给你找架私人飞机，咱们先离开华国，去国外待一阵子。他们就算再厉害，也不可能100%找到每个地方的啊。好了，老婆，别担心了，我真的是天龙殿的殿主。你想想前几次，秦神医为什么要帮你？还有，是谁给城主施压，给你们公司投资1000个亿？要不是我是天龙殿的殿主，那天龙殿为何如此帮你？见过店主，见过店主。天主，这真的是天龙殿的天主？起来吧。这不可能啊！他不过就是一个代驾，怎么可能是天龙殿殿主？而且天龙殿殿主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林阳，你真是天龙殿殿主？嫂子，你的老公就是天龙殿殿主，如假包换的那种。老大，我刚刚一直在保护堂堂小公主。我听说凤运阁的阁主正在赶来海城的路上，势必要为右护法报仇。无妨，来了就来了。哼，雷阳，就算你是天龙殿的殿主又如何？我也知道你很厉害，很强大，但是你的天龙殿已经是过去式，而凤运阁则不同。那乃是新崛起的新势力。虽然外界一直在传凤运阁的阁主，他的实力跟你比差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传言终究是传言。
天龙殿如此强大的情况下，风云阁还能崛起的如此之快，就充分的说明风云阁的阁主实力比你更强一些。等他来到之后，还是会把你给杀死了。我操！绝影，算了，既然他认为凤韵阁的阁主比我实力要强上100倍，那我就先让他多活一会儿。我倒想让他们看看我和凤韵阁阁主到底是谁的实力更强。是啊，区区一个凤韵阁，在我们店主面前确实不值一提。凤韵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，也无非是我天龙殿从来没把它当成一回事。凤韵阁阁主到！凤韵阁阁主到！哦，见过阁主大人。我听说我凤韵阁右护法在海城被人杀害了。阁主，杀死右护法的那个人就是他。是啊，阁主大人，他还说他是天龙殿的殿主，但我这么看来，也就这么回事儿。阁主大人，只要您今天能把他杀死，替右护法报仇，那么从今往后，你们凤云阁将会是整个世界上最强的势力了。阁主，这个人好像真的是天龙殿殿主，他身边站着的是天龙殿的绝影。殿主这些年一直消失不见，就是绝影一直在处理天龙殿的事务。你就是天龙殿的殿主？是我。我凤韵阁和天龙殿一直井水不犯河水，今日你杀害我右护法这事，难道你不给我一个交代吗？我给你什么交代？你的右护法要杀死我，还帮着他们报复你的妻子。我杀死他，在法律层面上那属于正当防卫，我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交代？林阳，你少说那些个没用的，这可是凤韵阁的阁主，他就是最大的王法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而你杀了他的，那么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阁主大人，我求求你帮我杀了他，只要你能杀了他，无论你们凤云阁想要什么好处，我都想尽办法给你们，哪怕是要我的命，我都给您。是吗？那我要你的命，你给吗？是的，阁主大人，您能要我的命，是我的荣幸。那你去死吧！阁主，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呀？我不光要杀他，我还要杀你。为什么呀？凤韵阁成立的时候有一条规则，不允许恃强凌弱。你贵为城主，联合右护法对普通人进行欺压，理应该死。不！阁主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都怪他周家，是周家他们求我联系右护法。其实我是不愿意的。阁主，你饶命！阁主，你饶命！阁主，少废话，去死！右护法近期正在谋反，企图杀了我，霸占阁主之位。今日他被杀死，正合我意。店主，我凤韵阁右护法虽被您杀死，但是他犯错在前，理应被杀。我们还是得感激你，更要为凤韵阁对您造成的打扰表示歉意。阁主深明大义。店主，我凤韵阁无意冒犯天龙殿，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，我先走了。若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好好深聊。好。绝影，送一下阁主。是，请。阁主等一下。阁主，我怎么觉得店主和这照片上的人那么相似啊？老婆，你还好吗？没事了。不是很像。算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等一下。
等一下，阁主能否把你手上的那张照片借我一看？不好意思，店主，这照片乃是我心爱之物，不能随便给他人，还请见谅。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感觉这照片上的人我无比熟悉，你就借我看一眼，我绝对不会损坏的。那，请店主好好爱惜，不要损坏。哎，你为什么会有我小时候的照片？店主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？店主，你一定是看错了，这是我哥哥的照片。自从我跟他走散之后，我身上就只剩下他这一张照片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找他。素素，你是素素啊！我是你哥，我是你哥羚羊。你是羚羊，你是我哥。对啊，素素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些年我们流落街头，有一天我上街跟你偷2个包走，我让你在原地等我，可是等我回来你就不见了。我一直在找你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啊，素素。哥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当时要去找你，可是我迷路了，我实在是找不到你。谁曾想，这么一变，就是这么多年。素素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回家。来，糖糖这边。爸爸，来，给你要的烤肠。谢谢爸爸。糖糖，来姑姑这边。姑姑，你是姑姑？妈妈，姑姑是什么？姑姑呢，就是爸爸的妹妹。今天有件特别高兴的事情，爸爸终于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妹妹了。是啊，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我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哥哥，而且我哥哥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嫂子，生下了这么可爱的小公主。走啊，咱们回家。今天晚上多喝几杯，咱们一醉方休。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